男人在雇主家调情时，突然发现一群人竟在切割雇主家的保险柜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些人见到他后表情还僵住了。Who the fuck are you? I'm a piano tuner. 带头的老大解释，房主把保险柜密码忘了，所以便委托了他们前来破拆保险柜。可尼基并不想拆穿他们的谎言，因为如果房主委托他们强拆，肯定会在现场看着。很明显，这些人是一群入室抢劫的小偷。由于小偷电锯的噪音严重影响了他的调情工作，尼基只好让他们预估一下还要多久啊。 As long as it fucking takes. So unless you can open the safe, fuck off. 此话一出，尼基只好决定给这些人露两手。没想到尼基还真的有两把刷子。原来前几天叔叔家的保险柜就打不开了，于是他便上网自学，掌握了保险柜所有的开锁方法。见到这的老大也让后面的小弟不要打扰他。没过多久，保险柜就被尼基成功打开。可尼基的心思并不在保险柜上，而是转身就跑去了楼下继续调情。见识到尼基拥有开锁的天赋之后，老大当场就跑到了尼基跟前，甩出了一把钞票和一张名片，说如果尼基有想要发财的梦想，可以随时拨打名片上的电话。起初的尼基并不想和这些小偷打交道，于是便没有把那张名片给放在心上。可有一天，叔叔哈里却突发心脏病倒下了，而面对着3万多块钱的医疗费，婶婶也是愁得睡不着觉。见到这儿，尼基只好说治疗费他想办法，于是他便找朋友询问了几家银行，打算贷款。可由于他自身的信用不足，根本就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他。走投无路的尼基只好打电话给了小偷光头。当看到尼基主动找上了门来，光头的心里显得非常激动，当即就介绍起了他的生意门道。光头说，他们表面上是给富人们安装监控和安防系统，实则却早已摸清了每家保险柜的位置。但每次他们出手从不洗劫一空，而是挑选1、2条名贵手表和钻戒下手，因为少1、2件东西，富人们根本不会在意，大多数他们都会走保险理赔。所以干他们这一行的就是挣一个巧钱。为了验证尼基是否真的会开锁，光头当即就给了他10分钟的时间，打开眼前的一个保险柜就录用他。原来尼基之所以能听清保险柜齿轮的声音，正是因为他患有一种听力过敏症，任何细微的声音他都能清楚地捕捉到。这也导致他无时无刻都要戴着防护耳塞，摘下耳塞后他就能无比清晰地听见保险箱里齿轮和卡扣的声响。由于尼基听不得狗叫声，于是光头便让小弟把小狗牵了出去。然而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尼基也全神贯注地听着锁里细微的声响，而光头则在旁边仔细地盯着他。就算是时间所剩无几，他都没有催促尼基的意思。就在时间只剩下50多秒时，便不慌不忙地打开了保险柜。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尼基便顺利地通过了考核，而光头也十分的大气，当场就预支了尼基1万块钱的工资，然后表示周6有一单大生意让他一定来。而有了这笔钱之后，尼基第一时间就用到了叔叔的医疗费上。原来叔叔是他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，他必须要为叔叔养老送终。这天，尼基像往常一样来富人家调琴，却突然接到了老同学的求助电话。原来丽莎家的钢琴被大雨给泡了，所以请求尼基能过来帮忙修一下。丽莎说，这架钢琴是祖母留给她唯一的念想。听到这儿的尼基当即就表示他一定会修好，并表示这是朋友之间的帮忙，他1分钱都不会收。丽莎听后只好邀请他留下吃饭。就这样，尼基便聊起了自己的听力病，而丽莎也聊起了她的音乐梦想。可幸福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因为这时尼基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原来是周6的时间到了，他必须要去给光头干活去了。就这样，尼基便跟光头一伙来到了一户富人家。由于安防系统都是光头他们亲手安装的，所以他们很轻松的就来到了保险柜跟前。接下来就轮到尼基大展身手了。果不其然，有了尼基这个开锁专家后，他们很轻松的就完成了任务，而尼基则又到手了1万块钱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尼基除了开保险柜赚钱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去丽莎家里修钢琴。而随着几天的不懈努力，钢琴也终于完美的修好了。随着丽莎弹奏完一首曲子，房间内的气氛也开始迅速升温。可不料就在这时，厨房却突然传来了一阵报警器的声音，这顿时就吵得尼基头疼不已。而随着这次耳鸣的发作，尼基这才想起来自己不是一个正常人。就在尼基准备找个借口离开之际，丽莎却突然一把捧起来了他的脸，二话不说就轻轻地吻了上去。Wow. 就这样，没过几天，尼基就通过开保险柜交齐了叔叔的全部医疗费，还收获了和丽莎美美的爱情，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。男人像往常一样来开保险柜的锁，却发现屋里不仅有小偷、光头的人，还站着一群韩国人。很显然是这些韩国人找他们开保险柜的，但由于信不过他们，所以便留下来故意盯着的。见到尼基过来之后，一个小弟便打开了保险柜外面一层的柜门，里面摆放着大量的面粉和一嘎嘎的美金，还有几把枪支。来不及多想，尼基只好尽快的开锁，准备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。可由于这附近有一处机场，并且尼基还患有听力过敏症，
任何细微的声音都能被他捕捉到，所以天上飞机的轰鸣声会时不时的打扰到他。没有办法，光头只好安排小弟出去看着，有飞机经过时就用视频提醒尼基。果不其然，这样一来，患有听力过敏症的尼基就能专心开保险柜了。很快，尼基就顺利的打开了保险柜，可里面的一幕却让他傻了眼。他发现里面竟只是一个卡通笔记本。一个韩国人见状，一把就抢过来笔记本往外走。尼基见到任务完成，也准备离开，没想到这时一个持枪男人却突然走了进来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怒骂屋里的韩国人。原来这个保险柜里的东西全都是他的东西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侄子竟然找人来准备抢走他的财产。他让侄子把卡通笔记本扔过来，当看到从笔记本里掉出来的纸片后，他就让尼基把纸片吞进了肚子里。原来这纸条上写的东西是光头账户里的密钥，可没想到就在这时，门外的小弟却突然开了枪，当场就将光头给送去了西北。而随着一条人命就这样没了，尼基赶紧疯了一般的逃离现场。等回到家的第一时间，他就是在电脑上输入那串塞到嘴巴里的密钥。下一秒，尼基整个人就愣住了，因为账户里足足有1800多万美金，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见这么多钱。然而还不等尼基缓过神来，在医院陪护的婶婶却突然打来电话，原来是患有心脏病的叔叔半夜的时候走了。然而随着叔叔的离世，尼基也决定再也不和小偷光头打交道了。可不料，就在叔叔的葬礼上，小偷光头却突然出现，还若无其事的大吃大喝，随意点评着桌子上的食物。尼基询问他到底想要干嘛，光头则表示那串密钥并不是打开钱包的唯一钥匙，因为之前被枪打死的房主家还有一个钱包，里面放着另一把保险柜的钥匙。听到这儿的尼基急忙摇头，说自己之所以之前干违法犯罪的勾当，都是为了给患病的叔叔筹钱治病，但现在叔叔已经走了，所以他便想要金盆洗手。谁知光头一听，竟拿女友来威胁他。I'll see you tomorrow. 意识到再继续跟着小偷光头混，迟早会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。尼基也没有去光头指定的地方去，可没想到这也将光头彻底激怒了。第二天，光头就找上了门来，拿出大喇叭就对准了尼基的耳朵。他明明向组织提出了金盆洗手，可组织却并不打算放他离开，还拿出大喇叭来震他的耳膜，最后将他给绑走了。紧接着，光头老大就用水把他浇醒，逼迫他去开角落里的一个保险柜。面对着这些亡命徒的威胁，开锁专家尼基只能乖乖的照做。而此时，尼基女友也准备上台，准备演奏钢琴了，却迟迟等不到尼基的身影。而与此同时，尼基也顺利打开了保险柜。兴奋的他们赶紧来到了电脑跟前，看着账户里有1700多万美金之后，所有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可让他们谁都没有料到的是，尼基早已从中挪走了100万。得手之后的尼基拼了命地往大学的音乐厅跑，而此时女友丽莎的演奏也即将进入尾声。随着演奏彻底的结束，台下瞬间就响起一阵欢呼。等到尼基冲到音乐厅时，教授也已经对丽莎提出了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团队。听到这儿的丽莎一口就答应了。可不料，这时教授却提出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丽莎手上戴的手表从哪里来的？原来丽莎手上戴的手表正是尼基之前从富人家里偷盗出来的。当确认了这块表确实是自己丢失的后，教授便询问她男友是怎么得到这块表的。看着尼基此时已经来到了门外，丽莎便准备走上去问个明白。可尼基哪里会承认表是偷来的？丽莎意识到尼基欺骗了自己，二话不说就准备离开，而教授也准备拨打报警电话。为此，尼基只好冲到了教授跟前，说在这块表旁边还有一块表，并且他可以找回来它。听到这儿的教授才放弃了报警。等到晚上夜深人静之际，尼基就赶往了光头老大的地方。临走之前，他给婶婶拨打了一个电话，说自己在钢琴里放了一些东西给他。看到钢琴里放着的100万美金之后，婶婶瞬间就被吓得愣在了原地。而此时，尼基也来到了光头的窝点。由于他们正在开派对庆祝得到1700多万巨款，所以尼基很轻松的就溜到了办公室，然后来到了保险柜跟前，准备悄悄偷走教授丢失的另一块表。可没想到最后表没找到，反倒是被人给发现了。解释自己只想要那块表，可光头却根本不听他的解释。而作为团队里的老大哥，他必须给叛徒一个教训，拿起大喇叭就对准了他的耳朵。然后一刀割掉了尼基的耳垂，因为割断耳垂不会丢掉性命，只会留下一个治不好的缺口。可等到尼基从昏迷中醒来后，却发现自己的听力竟奇迹般恢复了正常。原来近距离的噪音虽然让他的听力损伤，但却也阴差阳错地抵消了听力过敏的异常增益。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，教授要找的那块表也被光头放在了一个袋子里。来不及多想，尼基赶紧将手表归还给了教授。看着尼基脸上的伤痕之后，教授根本不知道他是为了找表而变成这样的，于是便对他产生了恻隐之心，说自己的钢琴
琴好像出现了些问题，所以想请他来看看。这时女友丽莎也走了过来，她询问尼基发生了什么，可尼基并没有过多解释，而是坐到钢琴面前弹奏了起来。听到钢琴声的丽莎瞬间僵在了原地，因为尼基之前说过他会弹钢琴，但丽莎却认为他是在吹牛。没想到尼基说的全是真的。而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坎坷坷，尼基也终于能坐在钢琴前演奏了。而此时的丽莎也听出了琴声里尼基悲伤的情绪，眼眶渐渐的红了。E flat is out. 至此，影片结束。调音师是一部兼具商业娱乐性与艺术深度的优秀犯罪片，它摆脱了同类题材的窠臼，以独特的听觉视角切入，讲述了一个关于天赋、欲望与人性的故事。尼基最初试图通过犯罪来掌控生活，追求一种绝对的秩序和自由，但他逐渐发现，每一次对规则的打破都带来了更大的混乱。影片没有简单的将其定义为善恶二元对立，而是深入探讨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异化过程。当一个人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时，他是选择服务于社会，还是屈服于欲望？影片通过尼基的堕落与救赎之路，给出了一个开放而深刻的回答。他提醒我们，当生存与欲望的诱惑摆在面前，人很容易一步步突破道德边界，最终彻底迷失自我。所以说，守住良知的底线，远比短期利益更加重要。好了，我是牛牛电影，这期作品就到这里了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